叫什么呀，小朋友？张文克。你家哪儿去呢？上班去了。哎，上。你干嘛？偷羊贼来了！偷羊贼来了！偷羊贼来了！站住！让我呀！老贼！我呀！报告，我们杀！死他！活动！说给你摆设的，偷羊贼会送，扣子！哎，还扣上！来，哎，哦，好嘞，你忙去吧，吃着吃着，喝着。忙去吧，秋荣媳妇儿，我们自己来。哦，阿妈。说吧，你俩叫啥？我也饿了。杨四吃不吃啊？喝了几次啊？就2、3次嘛。老实说，人都拿了。就杀了卖了嘛。哎，这江河呀，来我们这也有几年了，工作呀一直是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。这不啊，最近老想报案社，老丢羊了，我就说带几个人还来动手，哎，也挺辛苦的。哎，得去前面我房子。所长，哎，就是，这我江河了，江河里面呢，在里面呢。里面在呢。行，江河，江河，啊！哎，江河，杨哥，上面有人找，谁啊？市局刑侦队罗英伟。你好，你好，啥事儿？到库鲁县查一个案子。哦，梁所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偷羊的谁？我们早上抓的，在问话呢。就在这儿审啊？没有录音录像，不符合流程吧？你们这是咋回事吧？不会是到这审吧？没，梁所，我们抓贼抓饿了，进来喝口热茶，我们这就要押他们回所里呢。行，把他们押回去。哎，走。哎，罗警官找你有点事。那么咋回去嘛？罗警官有车的，你放心。罗警官，你们先聊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梁所，谢谢。坐嘛。关于库鲁县226锅炉焚尸案，我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。啥情况？当年认定的案犯丁宝元，谢谢。在判决生效后第2年开始申诉，已经申诉了7年，他申诉到了最高检。最高检委托省检察院复查此案。复查？没有必要，人就是他杀的。我看过了这个案件的全部卷宗，这个案子确实存在合理怀疑。审庭的魏庭长要求我们市局复查此案，审庭的意思是赶在省检察院的同志到来以前，我们把这个案子重新查一遍，把当年的证据重新核查，梳理证据链条，消除合理怀疑。如果最后证明这个案子不是丁宝元做的，也纠正在我们自己手里。
我师傅办的这个案子，厅里就这么不信任吗？这跟信不信任没关系，跟证据有关。陈江河同志，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。我说不配合了吗？可笑球子！信号。领导打电话呀？我这有信号，赶紧给领导汇报。谢谢。喂，刘局，我是罗英伟。对，我到了。他跟我在一起。沈江河的脾气，您比我更了解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热气都跑光了。领导让你接电话。在。这事我不知道啊，没有人跟我说啊。哎，你是领导。行吧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说嘛。关于226锅炉焚尸案，麻烦你把案情始末跟我详细介绍一遍。完整案卷你不是看过了吗？需要你佐证。案发2月26日，尸体从炉子里调出来是早上的5点1刻到5点25之间。报案时间是5点35分。6点13分，我师傅就带着人到达了第2工作站。当天啥情况？哎，老婆子，我开车呢。哎呀！你扶。啊！哎，胡说呢！我努力。老婆子，我知道了。你费心了啊！你辛苦，我出现场啊。你烟犯了。
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，吓死人了！这车啥时候到的？一直在这儿吧？5点半，那宋梅的车。怎么来上班的？我们每天骑自行车，骑着自行车来。那昨天晚上你在干嘛？出了命案，谁放他们进来的？对呀，这个我让他们进来的，这是来送煤的。这厂里有规定，这煤到了必须得卸车。谁先发现的尸体？啊，这2个值夜班的工人，那个是刘师傅，这个娃叫王良。那几个是干嘛的？那2个穿工服的是来接白班的工人，另外那2个是拉煤的司机。说说你们站里的情况。我们这个供热站呢，算上我，一共是7个人，6个工人3班倒，都是我带班。那昨天晚上呢，就赶上这个刘师傅跟他徒弟，他们2个值夜班，站里呢就我们3个人。到了早晨出炉渣的时候，突然就掉出个尸体出来。外人能进来吗？外人进不来。这个大门啊，我是从里边锁的。钥匙呢，只有1把，一直在我这儿。平时晚上10点，只要夜班工人接了班，我就把门锁上。不过昨天晚上我锁门晚了点，大概11点锁。为什么呀？一个锅炉房用得上这么严吗？主要是怕丢煤，这周围好多人啊舍不得装暖气，就靠着弄点煤回去烧炉子取暖。这严重的时候拉了一车煤，能丢大半车，丢了煤这些损失都得我们自己赔。外人不让进来，里面的人能出去吗？不能，不让出。这以前发生过夜班工人溜出去喝酒，炉子都灭了，而且偷煤这事儿也发生过站里人干。你咋能保证钥匙只有1把呢？新锁买回来只留1把交给站长，其余的就当众销毁了。我们周围几个站长交流过经验，都这么干。高队，有一些脚印，没有发现拖拽的痕迹，现场被破坏的太严重了。看看这个墙，有没有攀爬的痕迹？好，我看看。葛队，尸体烧毁的太严重了，初步判断是个女的。哥叔，咋样？好点了吗？好些了。你带他进屋问吧。好。谢谢。这娃你认识？也是你们落车的。这院墙里面啊，就是个小社会。供热站的工作，别人可能瞧不上。搁在这个小县城里啊，也算是个好工作了，铁饭碗。截止到现在，我们没有接到报案，所以死者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。根据法医初步鉴定的结果，死者为女性，年龄在30岁左右，身高大概在1.6米左右，大概是50公斤，但是死亡的具体原因无法确认。小王，你介绍一下。因为死者的表皮和一部分躯干已经被烧毁，所以看不出有表皮伤。死者肺部有微量的烟尘，可以解释为死者被塞进锅炉的时候还可能有轻微的呼吸，也可以解释为在长时间燃烧的过程中自然形成。第2供热站是个完全密闭的环境，一般规定到了晚上10点钟以后就禁止人外出，钥匙掌握在站长丁宝元手里。供热站周围是高大的围墙，经过现场勘查，没有发现攀爬的痕迹。
昨天晚上，就是他们3个人在值班。丁宝元44岁，以前在电力局工作，1年以前因为工伤，调到了供热站任站长。在长达7个月的供热时间里边，站长只能吃住在供热站，并且带班。哎呀，这规定是站长要24小时在站里值班。可是呢，这厂里也知道，站长也都有家，也有事儿。来，喝水，喝水。所以呢，这个只要晚上值班在站里，白天的时候站长也可以出去。我是昨天晚上9点多出去了一趟，大概11点回来的。回来以后我就锁好了门，然后在锅炉房上转了一圈，我就回来睡了，一直到天亮，王亮来叫我。他叫你2趟你才起来啊？告诉你出事了，为啥不马上起来？王良这娃叫的吧也没说清楚，我没想到能出那么大事儿，以为他闹着玩呢。出了命案，为啥还让玉梅的车进来？这我起床的时候车已经到了，在那使劲拍门。我们厂里有规定，说这煤到了必须得卸。喂，公安局吗？我要报案呀！我这是第2供热站。对，喂，第2供热站。煤车来了。哎，刘三成和王良是师徒关系。刘三成54岁，王良20岁。昨天晚上就是他们俩在值夜班，尸体就在他们当班的时候被别人塞进了锅炉。这个和平常也没啥不一样。这我和王良接了班，给炉子加满煤，就坐这儿下棋，一夜没啥动静。可谁知道到这个出炉渣的时候，咋就那啥？没见有啥人进出过吗？没有。我们晚上锁大门了，钥匙在站长身上。差不多是11点多的时候，他从外面回来，跟我们闲聊了几句，就上2楼睡觉去了。他的宿舍在锅炉房2楼。他昨天夜里出去过吗？没有。这个我们俩一会儿忙炉子，一会儿在这下棋，也没注意外面。哦对，他是大概晚上9点钟穿过这个院子出去了一趟。不过人家是站长，有啥事也不会跟我们说。院子灯泡子好着呢啊，晚上亮着呢吧？哦，挺亮的。晚上没太阳门关不关？我关了。你坐哪边？这晚上有动静，听不见啊？我们光顾着下棋了，这个再说那个炉子烧起来声音也大，就算有啥动静也听不见。我做主。下了几盘？3盘。你赢了吗？输了？赢了。你赢了几盘？赢了3盘。输了3盘你？你师傅吧？不行。锅炉的进煤口太小了，尸体只能从后扎箱塞进锅炉。我们做过实验，要想打开后扎箱，把一具100斤左右的尸体塞进去，在锅炉里转一圈，是需要一定的技巧。内部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。锅炉房里已经分辨出6组脚印，目前能提取出的是5组脚印，分别属于当晚值班的3个人和第2天早上送煤的2个人。据他们一致说，发现尸体后，王良叫起了丁宝元，丁宝元跑进来查看过。这时候运煤车来了，
玉煤工人听说掉下具尸体来，也跑进来看热闹。现场勘验证明了他们说的这个过程。那第6组脚印就没法分辨了。第6组脚印被第5组脚印已经践踏，又被煤灰覆盖的差不多了。江河，你有啥看法呀？两点值得注意。第一点是死者是否完全没有生命迹象被塞进炉子，还是仍然存在着生命迹象。第二点要确定第6组脚印的性别。老哥，看来当晚的这3个人嫌疑最大，就从他们开始查吧。我看案卷记录，你们从一开始就把嫌疑锁定在丁宝元身上，是为什么？他们3个人，刘三成、王良互为证明，丁宝元没有啊。那刘三成和王良也可能联手作案呀？咋可能呢？他俩联手，那尸体掉出来，马上塞到炉子里去了，烧成灰了都，还去叫丁宝元醒来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唯一的一把钥匙在丁宝元身上。丁宝元被叫了2次才醒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把送煤车给放进来了，工人卸煤还跑到锅炉房里面看尸体，这现场完全被破坏了。你说的这些只能称得上是怀疑，不能作为证据。你看过那个案卷吗？上面咋写的吗？丁宝元一大早把运煤车放进来，好几个工人卸煤，把现场证据全破坏了。都写成这样了，还算怀疑吗？我说的是实物证据，不是靠事实做出的推测。哎，沙尘暴要来了，赶快把药赶回来！快点跑！快跑！快走，老婆子！哎，干嘛去？哦，车。哎，车。哦。车。去这。追赶，我们就追赶。走。哎。转。请你再跟我说一下死者身份信息的确认过程。库鲁县不大，流动人口不少。被害人3天了，也没法确认他的身份信息，第4天才有了进展。去！何队，啊，师傅，我这腿都快跑折了。咋样？死者的身份查清了？没有啊，我这一大早跑了10个街道居委会，都没有报案的。你应该是独居。你咋想？咱们常住人口2.2万人，一个家庭要是2、3天没发现少一个人，很奇怪，所以我判断是独居。葛队长，这位阿姨来报案，说她寡居的儿媳妇失踪了，叫陈冲。后来的 DNA 证明死者就是陈春。我们正准备对他的行踪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丁宝元跑了。谁呀？你好，我们是库鲁县公安局的，丁宝元在吧？不在。丁宝元不在，那您跟我们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他一跑，事情就简单了。怀孕，你先坐下，你去让他坐下，去扶他一下。你别着急啊，我只是找你训话啊。他昨天收拾东西时候是几点钟啊？到你家？晚上大概11点吧，还是12点呢？说准确点。
搜捕持续了1个多月后，丁宝元在他们老家县城里出现了。他在那边一家自动取款机上使用过程春的银行卡。我师傅带着我们火速赶到那里。瘸子，丁宝元。取款机上没有监控吗？我们这个取款机上目前还没有加装这个监控。大妹子，你在这儿摆摊儿多长时间了？摆了好几年了。这个人你见过吗？见过。哦。啊。啥时候啊？前天他来我这儿买包子，他的眼睛好凶呢。不胡说呢，咋确定的？通缉令上有他呢，他是个瘸子吧？咋不报警？害怕吧？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。以 ATM 机为圆心，我们大致锁定了丁宝元活动范围，很快就找到他的落脚点。回头，回头！叫什么？说。丁宝元，知道为什么抓你啊？知道。丁宝元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现在依法刑事拘留你。我坦白，是我干的。是吧？撂了。案件至此就算破了，我们移交检察院。半年后，丁宝元因为故意杀人罪被提起了公诉，判了死缓。在整个的案件审理期间，他没有改口。案子过去8年了，他也从死缓改成了无期，又减成了20年。今天突然说人不是他杀的，刚才跟你说了，他是在判决生效的第2年就开始申诉了。案子审理期间为啥不否认呢？你是在问我吗？我问这件事情。这个案子确实存在许多的合理怀疑。小罗警官，你能不能给我好好讲讲啥叫合理怀疑？没有第一现场。有啊，丁宝元把那个送煤车放进来了，第一现场被破坏了。没有凶器。卸煤铁锨就是凶器啊！铲煤的时候，痕迹被破坏了。丁宝元跟陈春没有交集，那犯罪动机是什么？丁宝元说认错人了，所以才判了死缓。那陈春是怎么进去的呢？那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吗？他晚上出去忘锁门了。好。陈春跟里面的3个人都没有交集。夜里11点，一个寡妇，还是做过暗娼的寡妇，她去供热站干什么？难道真的是去偷煤吗？我们也怀疑他去供热站做皮肉生意去了。小罗，我干这行快20年了，见了不少，听了不少。我发现啊，有时候人的这个行为啊，不能用正常逻辑来判断。我就碰到过这么一桩人，有个老公来报案，说老婆子丢了1个星期，没有回来。我们兴师动众去找了3天，老婆子回来了。我们问他上哪儿去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看到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美丽的鸟，我追，一直追到南山的山里面去了。”你能想象他好久没有工作了吗？那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哎呀，没有听明白呀。总之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没有犯罪动机、没有物证，仅凭口供定罪的。有物证啊！丁宝元拿着陈春的银行卡取钱了。银行卡在哪？可能销毁了。可能。当然有可能。那还是没有物证。有人证，他出逃的时候告诉老婆子说人是他杀的，他被捕的时候主动承认人是他杀的。他没干这事，为啥要跑呢？为啥要承认呢？口供的证明力是有限的。你想说啥？不是你想说啥？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刑讯逼供他了？哎，你这表情太讨厌了。现在法治理念讲的是疑罪从无，
丁宝元可能杀人吗？可能，但根据现在的证据，能证明这一切吗？不能。所以，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，就疑罪从无。